习近平到底什么时候下台？这个问题，在过去这1年多的时间里，被反复问了成千上万遍。从海外的社群平台，到街头巷尾的私下议论，从所谓的内部爆料，到一则又一则语焉不详的传闻，几乎每隔几个月就会冒出一波风声，说这位被外界称为毛泽东之后最强势的领导人就要走到尽头了。可奇怪的是，每一次当谣言传得最凶的时候，他又总会若无其事地重新出现在镜头前，站在那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位置上。于是我们忍不住要问，这些传闻到底是空穴来风，还是真的有什么东西正在那扇紧闭的大门后面悄悄松动？就在最近这场直播里，帕克给出了一个让很多人心头一震的回应。他没有草率地断言习近平会在哪一年哪一月倒下，他说的是，真正的转折点其实已经近在眼前，就藏在一个特别的时间节点上。那个节点把好几条看似毫不相干的线索硬生生地拧在了一起。今天我们就顺着帕克的这条线一层一层往下挖，看看这个所谓的转折点到底意味着什么，又为什么会让这么多常年观察中国的人同时感到不安。或许有人会觉得海峡对岸谁上谁下，那是别人的事，与我们何干？但只要稍微往深处想一想，就会明白，这位领导人的命运牵动的绝不只是10几亿中国人的生活，它更像一颗投入水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会一圈一圈地扩散到整个东亚，扩散到全世界，也重重地拍打在我们这座岛屿的岸边。他的每一个决定，他所面对的每一重压力，都可能在某一天直接转化为我们生活中真实的变数。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花这么多时间去梳理这条复杂的线索，并不是在看一场与己无关的热闹，而是在为理解我们自己的处境寻找一把关键的钥匙。先让我们把时间往回拨一点，回到这场谣言风暴真正开始沸腾的时候。2025年的秋天，中共召开了4中全会，这本该是一场例行的党内会议，却在会前会后掀起了惊涛骇浪。海外铺天盖地的消息说，习近平要在这次会议上交出军权，说他已经被架空，说反对他的势力已经备好了处置他政治前途的方案。有人绘声绘影地描述接班的人选，有人信誓旦旦地说变天就在眼前。然而会议结束，尘埃落定，习近平依旧稳稳坐在最高的位置上，那些预言全部落了空。但这里有一个细节，很多人忽略了，那场4中全会出席的人数少得惊人。根据会后流出的资讯，实际到场的中央委员只有315人，这是至少15年来的最低纪录，仅仅相当于原本委员总数的1/6左右。一场决定国家未来5年规划的重要会议，却有这么多本该在场的人凭空消失了，他们去了哪里？会议同时追认了对11名中央委员和4名候补委员的开除处分，其中有8位是军队将领。你看，即便习近平最终保住了权力，这场会议本身也散发着一股极不寻常的气味。它不像是胜利者的加冕，反倒更像是一场惨烈厮杀之后留在战场上的满地狼藉。也许有人会说，一个做预言的人讲的话能当真吗？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怀疑，我们也从不要求任何人盲目相信。但帕克之所以这些年被这么多人反复提起，并不是因为他每一次都说中，而是因为在一些重大的节点上，他确实给出过让人事后回想起来后背发凉的判断。英国脱欧，他提前有过感应；那场席卷全球的大瘟疫，他也在事前留下过警示。正因为有这样的记录垫底，当他这一次把话题转向习近平和中国的时候，我们才更有理由把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认真地摆到桌面上，和真实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一项一项地去比对。这不是迷信，这是一种谨慎。正是那股不寻常的气味，让帕克在他的预测里提出了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问题。面对这一轮又一轮的清洗，他反复地追问，习近平到底是在清除威胁，还是他自己已经露出了虚弱和失控的破绽？这个问题听起来简单，却是理解整件事情的钥匙。因为同样一场大规模的人事整肃，可以有2种截然相反的解读。一种是一位强人正在牢牢收紧拳头，
把任何可能的挑战者提前掐死在摇篮里；另一种是一个政权正在恐慌之中自我撕裂，越是拼命抓权，越是暴露出根基的动摇。到底是哪一种？我们从外面其实很难一眼看穿。那就让我们把这轮清洗看得再仔细一些。2026年年初，一个震动整个北京官场的消息传了出来，张幼霞被正式拿下了。要知道，张幼霞可不是普通人，她是中央军委的副主席，是中国军衔最高的现役将领之一。长期以来，外界一直把她看作是习近平最信任的军中亲信，甚至有人说她是碰不得的人物。更关键的是，她和习近平一样，都是所谓的红二代，父辈都是跟着毛泽东打天下的开国元勋。就连这样一位出身显赫、被视为铁杆心腹的人，最后也难逃被清洗的命运。这个信号让多少北京的高层在夜里辗转难眠，他们一定在心里反复盘算，这场对军中元老的掏空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停下？会不会下一个就轮到自己？而张幼霞还只是这张名单上最显眼的一个名字。在他之前和之后，一连串位高权重的军中大将接连从公众视野中蒸发。负责作战指挥的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同样在年初被查。曾经的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主管政治工作的苗华，还有一批战区级别的高级将领都相继落马。就连负责掌管中国战略核导弹的火箭军，也一直是这场风暴的重灾区。一位又一位曾经的火箭军高层被连根拔起。有观察者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线索，被清洗掉的这些人里，有不少和习近平早年在福建时期提拔的班底关系密切，而如今在台面上留下来的似乎另有派系的影子。这究竟是习近平在主动换血，还是他身边的权力版图正在被某种他未必完全掌控的力量悄悄重新绘制？这里尤其值得多说一句的是火箭军，他掌管着中国的战略核导弹，是这个国家手中最锋利也最敏感的一把剑。可偏偏就是这样一支关乎国家最高机密的部队，成了这轮清洗中被翻搅的最彻底的地方。一位又一位的火箭军高层被查、被撤、被抹去。当一个国家开始对自己掌管核武的队伍下如此重手时，这背后所折射出的猜忌与不信任已经深到了何种程度？而更让外界无从判断的是，我们对这一切的了解其实都只是透过一个极小的钥匙孔在窥看。中共高层的运作是全世界最不透明的黑箱之一。一个人为什么突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另一个人为什么突然被扣上罪名？外面的我们往往只能凭借着零星的信号去猜测。这种深不见底的不透明本身就是滋生一切传闻最肥沃的土壤。帕克把这一切形容为某种近似政变的景象，这个词用得很重，我们也需要谨慎地去理解它。一场教科书意义上的政变，通常是有人用武力公开地夺走最高权力，可我们眼前看到的并不是这样。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更隐蔽、更绵长的权力较量，是在一次次会议、一份份文件、一个个人事任免的背后悄然进行的暗流涌动。这种斗争未必会有坦克开上街头那样戏剧化的场面，它更可能表现为某位领导人虽然还坐在原位，手中真正能够调动的力量却在不知不觉中被一点一点的掏空。所以当我们谈论习近平会不会下台时，我们真正该问的或许不是他会不会失去那个头衔，而是他会不会在某一天失去对这个庞大机器真正的掌控。我们把数字摊开来看，会更触目惊心。原本由7个人组成的中央军委被一路砍到只剩下4个人，几乎成了一个空壳。有一份来自华盛顿知名智库的报告统计，从2022年到现在，被正式清洗的将领多达36人，另外还有大约65名军官处于失踪或疑似被整肃的状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规模？报告甚至算出，光是负责5大战区的副战区级指挥官被清洗的比例就超过了1/3，能够接手指挥这5大战区的人才储备一下子被砍掉了30%还多。一支军队在没有打仗的情况下，短短几年之内就折损了如此之多的高级指挥官，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景象。我们不妨闭上眼睛，
去想象一下此刻北京权力核心的那种氛围，那是一种怎样的空气？当昨天还并肩而立的同僚，今天就人间蒸发；当最高处的每一个人都无法确定自己明天是否还能安然无恙，那种弥漫在整个高层的猜疑与恐惧，几乎是可以触摸得到的。在这样的环境里，没有人敢说真话，没有人敢提出不同的意见，因为任何一句话都可能在某一天成为置自己于死地的把柄。所有人都学会了沉默，学会了揣摩，学会了在最高领导人面前只呈现他最想看到的那一面。这样一种被恐惧牢牢笼罩的权力结构，看上去无比稳固，却也无比僵硬，僵硬到失去了自我纠错的任何能力。被清洗的还不只是军队，在党的系统内部，另一场同样惊心动魄的整肃，反而因为军中的风暴太过夺目，而被很多人忽视了。曾经被称为经济沙皇的王岐山，这位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中都帮中国稳住阵脚的传奇人物，如今据说在北京过着近乎软禁的生活，官方媒体已经很久没有再提起他的名字。而更值得玩味的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整个人脉网络正在被系统性的一个一个拔除。连这样一位曾经替习近平操刀反腐、忠诚度毋庸置疑的大佬都落到如此境地，这本身就说明了很多东西。其实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回到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就会发现这套清除异己的手法从一开始就是他巩固权力的核心工具。早在2012年他接掌大权之后不久，就以雷霆之势拿下了曾经风光无限的政治新星薄熙来，随后又扳倒了主管全国政法系统权倾一时的周永康。这些过去被认为动不得的大人物，一个接一个的应声落马。从那时起，一场以反腐为名的整肃就再也没有真正停止过。到了2025年前后，被调查的高级官员数以百计。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切，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新鲜事，而是一条延续了10几年的主线，走到了它最激烈也最令人不安的阶段。当一种手段被用了这么多年，最后连曾经最忠诚的盟友都无法幸免时，这台机器是不是已经开始有些收不住了？这台反腐的机器运转起来似乎已经停不下来了。前不久还有消息说，一批地方官员在巨大的压力之下选择了主动投案自首。你可以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氛围？当一个系统内部连官员都开始因为恐惧而主动走进调查机关的大门时，那种弥漫在整个官僚体系里的不安早已不是秘密。反腐当然可以是清除贪官的正义之举，可当它变成一种没有尽头的人人自危的常态时，它就不再只是反腐，而更像是一种维持恐惧、巩固权力的工具。问题是，一个靠恐惧来维系的系统，真的能长久的稳定下去吗？还是说，恐惧积累到某个临界点，反而会催生出他自己最意想不到的反噬？当我们把这些画面拼在一起，帕克的那个问题就变得越来越尖锐了。一个真正高枕无忧的强人，需要把自己最亲近的心腹一个一个清除吗？当一个人开始连身边最信任的人都无法容忍的时候，那到底是力量的极致，还是恐惧的极致？有分析者用一个很精妙的说法来形容这种困境，他们称之为独裁者的两难。习近平通过不断的清洗，确实让党内和军中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能力对他形成有组织的挑战。可与此同时，这种做法本身也让整个系统变得越来越脆弱，越来越僵硬，越来越充满猜忌。他用来巩固权力的每一种手段，恰恰都在为明天埋下不确定的种子。其实，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历史智慧里，早就有一套看待这种局面的深邃眼光，那就是天命。古人相信，一个王朝的兴衰，并不只是靠武力和权术就能永久维系的，它背后还有一种看不见的气运。当一个政权还承载着天命的时候，纵有波折，也能逢凶化吉。可一旦天命开始离散，那么再严密的控制，再庞大的机器，也挡不住那由内而外的层层崩解。历朝历代的更替，往往都伴随着相似的征兆：天灾频仍，民生凋敝，内部倾轧，离心离德。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幕幕，经济的下行，人口的萎缩，高层的自相清洗，
社会的普遍焦虑，放在这套古老的框架里去看，是不是也透着几分似曾相识的凉意？帕克是一位西方的预言者，可他所描述的分裂与终结，竟和我们老祖宗对于气数已尽的直觉在某个深处遥相呼应。历史其实早就给过我们这样的提醒，在中国的权力更迭里，做第二把手从来就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回望毛泽东的时代，那些曾经被钦定为接班人的人物，最后几乎没有一个能够善终，有的郁郁而终，有的死于非命，有的则在政治斗争中彻底消失。就连毛泽东之后短暂接班的华国锋，也是在一场又一场看似平静的会议之后，被悄无声息的架空，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这里面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道理，值得我们反复咀嚼，那就是失去实际的权利和失去头上的头衔，其实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一个人完全可能还顶着最高领导人的名号，却早已在暗中被抽空了真正说了算的能力。这或许正是我们在观察习近平时最需要警惕的一种可能。说到气运与预言的呼应，我们这个频道的老朋友们一定会想起我们曾经聊过的那些流传千百年的古老谶语。无论是那部神秘莫测的推背图，还是历代高人留下的种种预言，他们往往都在讲述同一件事，那就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每一次巨大的转折都不是无迹可寻的。这些古老的智慧和帕克这样的当代预言者，虽然来自完全不同的文化，使用着完全不同的语言，却在某些关键的判断上惊人地走到了一起。这种跨越了时空与文明的呼应，究竟只是巧合，还是说这个世界的运行真的存在着某种我们尚未完全参透的节律？我们不必急着下结论，但这种奇妙的共振本身就值得我们带着一份敬畏，静静地去体会。说到这里，我们就要进入帕克预测中最具体也最让人心里发毛的那一部分了。在他的描述中，中国即将迎来一段内部裂痕清晰可见的时期。他看到的不是抽象的政治斗争，而是一幕幕非常具象的画面。他看到工人拿不到工资，看到债券被冻结，看到一场重大的基础设施灾难即将发生。他甚至隐约感觉到，那可能是一场列车事故，又或者和三峡大坝这个庞然大物有某种牵连。他还预感到会有一位高层官员神秘的消失或者死亡。而在所有这些画面之上，笼罩着一个更沉重的预言。他感觉到习近平的健康将会肉眼可见地恶化下去，而这一切会为未来中国的分裂埋下最初的种子。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些是帕克的预言，是他所谓的直觉感应，并不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能够证明习近平的身体真的出了严重的问题，也没有任何官方消息证实了那些灾难。但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如果我们把目光从预言移开，投向真实世界里那些正在发生的经济现实，你会发现，那种内部裂痕的气氛竟然并不完全是凭空想象。这几年，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地方政府债务的重压，迟迟无法真正提振的内需，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无数的烂尾楼套牢了千千万万普通家庭一辈子的积蓄，年轻人的失业率一度高到让官方干脆选择不再公布数字。当一代年轻人开始用躺平和摆烂来回应这个时代的时候，那种弥漫在社会底层的无力感，其实就是帕克所说的裂痕最真实的注脚。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又一个真实的家庭，是那些倾尽全家积蓄却换来一栋永远无法完工的房子的年轻夫妻，是那些寒窗苦读10几年，毕业后却迟迟找不到一份像样工作的大学生，是那些辛苦一辈子却眼看着养老的前途变得越来越不确定的老人。当一个社会里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感到努力不再有回报，开始感到未来一片灰暗的时候，那种积蓄在人心底层的失望与怨气，是任何强力的维稳手段都无法真正抚平的。我们都还记得，就在不算太久之前，这个沉默已久的社会也曾爆发过一些出人意料的集体情绪。压力越是被强行按住，它在暗处积蓄的能量可
可能就越是惊人。人口是另一个沉默却致命的信号。中国的人口正在快速的下滑，速度之快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有来自上海某个城区的统计数据，让不少人对中国人口萎缩的真实速度感到心惊。一个国家当它的年轻人不愿意生育，当它的人口结构开始快速老化的时候，它未来几十年的经济活力和社会稳定都会被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而在资讯的层面，这个社会对真相的容忍度也在急剧收窄。就连一位清华的教授，也仅仅因为在课堂上谈论了对中国经济的批评，就被学生举报，最终被请下了讲台。当一个社会连讨论真实的困难都变得如此危险的时候，那种被强行按住的压力又会积蓄到什么程度？还有一个细节发生在今年3月的两会上，有敏锐的观察者注意到，习近平在一些场合的位置和呈现方式似乎和过去有了一些微妙的不同。有人形容他仿佛被从舞台的最中央往旁边挪动了一点点。这样的观察当然带有很强的解读成分，未必就是权力松动的铁证。但在中共这种极度讲究排位和仪式的政治文化里，任何一点细微的位置变化都足以在观察者中间掀起无穷的猜测，是纯粹的巧合，还是某种更深层的信号？在那扇紧闭的大门后面，我们永远只能透过这些蛛丝马迹去拼凑一个模糊的轮廓。还有一个常常被人拿来当作繁荣象征，实际上却可能暗藏隐忧的信号，那就是黄金。这段时间，中国一直在大规模地增持黄金。表面上看，这是实力的体现，是底气的象征。可有分析者提醒我们，这种近乎疯狂的购金行为背后，或许正隐藏着一种不愿被外界看见的金融脆弱性。当一个经济体开始拼命囤积最古老的避险资产时，它到底是在展示信心，还是在为某种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风暴提前寻找避难所？帕克所说的冻结的债券，那种资金流动被卡住的窒息感，和这些真实的财经迹象放在一起，隐隐之间竟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呼应。那句最沉重的预言，关于健康，关于分裂的种子，其实触碰到了中国政治体制最深的一处软肋，那就是接班问题。这些年，习近平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选择，他迟迟不肯指定任何一位接班人。原因并不难理解，他太清楚一个被指定的接班人会如何在权力的中心慢慢形成第二个中心。就像当年胡锦涛被安排接班的过程那样，他不愿意让任何人在他还在位的时候就分走哪怕一丝一毫的光芒。可是，这种安排虽然巩固了眼前的权力，却也埋下了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因为一旦他的健康突然出现严重的状况，或者发生什么意外，整个党将立刻陷入一个没有人接班的巨大真空，随之而来的很可能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外界当然也在拼命地猜测，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了，会是谁接手？有人提到政治局常委丁薛祥，他相对年轻，又是习近平体系里的关键人物。也有人翻出胡春华的名字，这位一度被称为失落的接班人的政治老将。可问题在于，直到现在，中国的政坛上并没有真正浮现出一个清晰的众望所归的储君。那些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所谓第二梯队，大多还停留在储备的阶段，谁也说不准最后会是哪一张面孔。这种模糊正是习近平刻意营造出来的。可越是模糊，越是意味着一旦顶端出事，底下将是一片没有航标的混沌。这或许正是帕克所感应到的那颗分裂的种子最真实的土壤。这里面藏着一个深刻的悖论，值得我们停下来好好想一想。习近平之所以不立接班人，是为了让自己的权力更加稳固，不受任何潜在对手的威胁。从短期看，这确实有效，整个系统里再也没有第二个权力中心敢于冒头。可从长期看，这恰恰是这个系统最大的风险所在。一个健康的权力交接机制本该是一个政权稳定的保障，可习近平却亲手把这个机制变成了一片空白。他把所有的鸡蛋都放进了他自己这一个篮子里，这个篮子越是被抬得高，一旦他有任何闪失，摔的就越是粉碎。帕克说的分裂也许并不需要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它可能只需要一个突发的、
无人接手的权力真空，就足以让这座看似坚固的大厦从内部开始崩塌。好，铺垫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了。帕克说的转折点究竟指向哪一年？答案越来越清晰地聚焦在了2027年。而这个年份之所以如此关键，并不是因为某一个孤立的原因，而是因为好几条完全不同的线索，竟然像是被命运牵引一般，全部汇聚到了这一年。第一条线来自中共自己的政治日程。按照惯例，2027年的秋天，中共将召开第21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个决定最高权力走向的关键时刻。绝大多数的分析都认为，习近平会在这次大会上顺理成章地开启他的第4个任期。要知道，早在2022年的20大上，他就已经打破了延续多年的任期限制，如今再想指望他主动不连任，几乎是不现实的。过去那条7上8下的老规矩，也就是67岁还能留任，68岁就得退休的潜规则，如今早已名存实亡。可即便如此，2027年依然是一道无法回避的关口，因为就算习近平留任，这一年也将是各方势力重新洗牌，楚军可能悄然登场的时刻。权力的天平会在这一年被重新校准。那么，到了2027年那场大会，我们具体该把目光聚焦在哪些地方？有几个信号格外值得留意。第一，看那些出生在70年代的年轻面孔，究竟有没有人被破格提拔，进入权力的最核心圈层，因为那将是楚军浮现的最明确迹象。第二，看军委的人事如何安排，那些空出来的位置最终会由谁来填补，又会呈现出怎样的派系格局。第三，看关于统一的表述是被进一步强化还是有所收敛，因为那直接关系到未来几年这片海峡的温度。这3条线索就像3个观察的窗口，透过它们，我们或许能够比大多数人更早一步读懂那个正在到来的转折究竟会朝着哪个方向展开。而在上一次的那份4中全会的文件里，还藏着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有细心的分析者发现，文件中出现了一个此前并不常见的表述，强调要推进所谓国家统一的伟大事业。这样的措辞在之前的一些重要文件里是被刻意淡化甚至回避的，如今它被重新放到了台面上，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是纯粹的口号，还是某种决心的信号？当一个政权在内部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把统一这面旗帜高高举起，往往能够凝聚人心，转移矛盾。而这面旗帜所指向的方向，正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这句话的分量，我们每一个台湾人都不该轻轻放过。第2条线来自帕克所引述的另一种古老预言，他提到了纳迪叶的内容，那是一种源自印度南部的神秘预言传统。据说在千百年前，古代的圣者就把无数人的命运一片一片地刻写在了棕榈叶上。根据他的转述，对台湾动武的风险在2026年之前并不算高，但到了2027年前后，这种风险会急剧的攀升。而这恰恰和一种冷冰冰的政治逻辑严丝合缝地对上了。帕克反复强调一个道理，当一个政权内部的权力结构变得不稳定的时候，那些新上位的军事人物往往急于留下属于自己的历史印记，而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一个外部的敌人就成了转移内部压力最直接也最危险的办法。对北京来说，台湾正是这套逻辑之下那个最危险的出口。这里我们要特别说一下帕克做预言的方式，因为这关系到我们该如何看待他的判断。他并不是只凭自己一个人的灵感在空想，他常常会把不同来源的预言彼此参照，相互印证。比如这一次，他就把自己的直觉和源自印度的那套古老传统放在一起比对。当2种完全独立的预言途径指向了同一个时间节点，同一种危险趋势时，这种吻合在他看来就不再是偶然，而是一种值得高度警觉的信号。这其实和严肃的分析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任何一个单一的信号都可能出错，可当多个独立的信号同时指向一处时，那个结论的分量自然就重了许多。帕克反复聚焦2027年，正是因为在他眼中，太多条线索都在这一年交汇了。我们把这2条线并排放在一起看，
你就会明白帕克为什么会感到如此不安了。一边是2027年这个权力重新分配、内部矛盾集中爆发的政治关口，另一边是同样指向2027年的对外冒险风险急剧升高的预言。当一个系统同时面临经济的下行、政治的高压和权力交接的不确定时，他做出非理性选择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帕克的意思其实很清楚，2027年前后的这场危机恐怕不只是一场单纯的战争那么简单，它更像是一个威权体制在经济、政治和权力同时濒临崩解时，一种近乎宿命的应激反应。它不是因为有把握才动手，恰恰可能是因为走投无路才铤而走险。而真实世界里的军事分析又给这条线索添上了一层更复杂的颜色。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份华盛顿智库的报告，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结论。这一轮大规模的清洗在短期内确实严重削弱了解放军的作战准备能力。毕竟把那么多有经验的将领一次性拿掉，习近平只能被迫启用那些指挥经验浅，甚至完全没有实战经验的年轻军官，这在短时间内会限制解放军能够发动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可是报告话锋一转，提醒我们注意一个更长远的危险。等到这个10年的末尾，那些新提拔上来的军官在一次次的演习中，在和习近平的磨合中逐渐积累起经验，他们对于胜利的信心和期待反而可能会被重新点燃。这就带出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判断。有分析者尖锐地指出，一支被清洗掏空、指挥体系变得脆弱又高度政治化的军队，在危机时刻反而更容易做出误判。他未必是主动想打仗，但他可能在关键时刻算错了账。更麻烦的是，这种清洗还可能让习近平本人对自己军队的实力产生一种不切实际的过度自信。当一个领导人身边全是他亲手提拔的人，全是不敢说真话的人时，他所听到的很可能只剩下他想听的那些话。这种资讯的茧房对一个手握重兵的最高决策者来说是最致命的陷阱。你看，这是不是又和帕克的直觉遥遥地呼应上了？无论是预言还是冷静的战略分析，最后都指向了同一个令人揪心的方向。而在真实世界的军事动作上，中国这几年对外的姿态也确实越来越强硬。就在最近，中国进行了一次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这一举动立刻引来了美国、日本、澳洲、菲律宾等多个国家的强烈反应。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军事演练，潜射洲际导弹代表的是一种能够隐蔽发起战略打击的终极能力，在内部风波不断的同时，却在对外的战略武器上如此高调，这种反差本身就充满了值得解读的意味。此前不久，习近平还亲自前往平壤访问，外界从中看到的是一种试图巩固某种战略轴心的努力。当内部的压力越来越大时，向外寻找盟友，向外展示肌肉，往往就成了一种本能的选择。这里藏着一个最危险的悖论，值得我们反复去想。一个志得意满、内部稳固的强权，反而未必急于冒险，因为他输得起，也等得起。真正可怕的是一头受了伤的猛兽。当一个政权同时被经济的困顿、内部的倾轧和权力的焦虑所围困，当他感到自己正在慢慢失去控制的时候，铤而走险，用一场对外的豪赌来转移所有矛盾，反而可能成为他眼中唯一的出路。历史上有太多的战争并不是强者主动出击的结果，而恰恰是虚弱者在绝望之中孤注一掷的疯狂。这或许正是帕克所描绘的那幅图景中最让人脊背发凉的地方。一个越是虚弱、越是恐惧的北京，对于我们脚下这片土地而言，可能反而意味着更大而非更小的风险。正因为如此，对我们台湾而言，看清这一切就不只是满足好奇心那么简单，它关系到我们如何面对自己的未来。我们无法决定海峡对岸那个庞大机器的走向，我们决定不了它内部的权力如何流转，也决定不了它会在哪一个时间点做出哪一种选择。但我们可以决定的是自己是否保持清醒，是否做好了心理上和实际上的准备。一个社会最危险的状态，不是身处风暴之中，而是身处风暴边缘，却还浑然不觉，
还沉浸在岁月静好的幻觉里。帕克所指向的那个节点，无论最终是否应验，都在提醒我们，把头埋进沙子里从来不是一种选择。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来自假装危险不存在，而是来自对危险有清醒的认知之后，那份从容不迫的底气。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所有人，尤其是身处台湾的我们，反复去想。有一种说法非常发人深省，他问的是，习近平当然输不起台湾，可是他真的赢得起台湾吗？这句话的分量远比表面上要重，因为一旦真的动武，无论结果如何，对这个本已内外交困的体制而言，都可能是一场无法承受的豪赌。赢了，要付出何等惨烈的代价？整个经济会不会因为全球的制裁而彻底崩盘？输了，又意味着什么？会不会直接引爆国内积压已久的所有矛盾？帕克所说的那个转折点，或许正是这样一个进退维谷的死结，一个无论怎么走都通向巨变的岔路口。如果我们把帕克的预言放到一个更长的时间轴上去看，他描绘的图景其实比单纯的下台要宏大得多，也遥远得多。在他的感应里，这一切动荡是中共这个政权走向终结的开端。他看到中国最终会走向某种形式的分裂，而在分裂之后，会慢慢演化出一个由多个民主地区组成的松散联邦。他甚至说，未来的中国会迎来一种全新的建立在孙中山理念之上的民主制度。他还提到了西藏，说在遥远的未来，西藏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地方，并且宣布自己是一片精神的净土。这些预言宏大的近乎缥缈，帕克自己也一再强调，这是好几年之后，甚至更久远的事，并不是眼前就会发生。帕克还把这场中国的变局放进了一个更大的全球棋局里。在他的预测中，当俄乌之间那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以某种方式走向终结之后，全球紧张的焦点并不会就此消散，而是会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尤其是远东。换句话说，在他看来，世界的火药味正在悄悄地从欧洲飘向我们所在的这片土地。他甚至还感应到，曾经看似牢不可破的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联盟，未来也可能因为军火，因为对印度的态度等种种原因出现裂痕。他一再提到2030年，把它看作一个关键的里程碑，认为在那之前，旧有的国际秩序和旧的国际组织都只是一种临时的过渡。真正有能力应对这个时代的新秩序，要在一场又一场的大冲突之后才会浴火重生。这是一种代价高昂的重建，而不是一幅轻松乐观的图画。而环顾四周，这个世界其实也早已嗅到了某种山雨欲来的气息。美国、日本还有周边的许多国家，这几年都在围绕着这片区域悄悄地调整着自己的部署与战略。他们的智库一份接着一份地推演着各种可能的情境，他们的政策也在围绕着那个被反复提及的时间窗口做着种种未雨绸缪的准备。这说明帕克所感应到的那种紧张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臆想，而是一种被越来越多严肃的观察者共同意识到的现实。当预言者的直觉和战略家的推演在同一个方向上汇合的时候，我们就更没有理由对这一切掉以轻心了。世界的目光正越来越多地聚焦到我们所在的这片海域。听到这里，也许你已经被这一连串的预言说得心潮澎湃，甚至有些不寒而栗了。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停下来，非常冷静地说出事情的另一面。这是对每一位观众负责，也是对真相负责。过去这10几年里，关于习近平即将下台的传闻其实从来就没有断过。2018年修宪之后有一波，2022年20大之前又有一波，2024到2025年围绕着他的健康问题再来一波。可到最后，这些传闻绝大多数都被证明是捕风捉影。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本来就深不见底，外面的人太容易把一场军队清洗或者一次经济下行直接解读成习近平大权旁落的信号。主流的观察者，包括不少严肃的智库，给出的判断其实相当谨慎。他们普遍认为，就短期而言，也就是在2027年之前，
习近平主动或被迫下台的可能性其实并不高，他依然牢牢地掌握着权力的核心杠杆。与其说他即将退场，不如说他正在用尽全力朝着一种超长期的执政狂奔，至少要到2032年、2035年，甚至更久。他心里有一个宏大的时间表，要在2049年把中国建成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2035年被他设定为通往那个目标的终点。这样一个把未来规划到几十年之后的人，会轻易的在明后年就交出权力吗？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才真的可能被迫离场？分析者给出的是一个相当极端的组合，只有当他的健康突然急剧恶化，或者爆发一场真正失控的重大危机，比如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刚好又叠加上军队内部的失序，这两种因素同时出现，他才有可能被迫进入某种体面的退休，或者被架空。而就目前公开的资讯来看，这种情形发生的几率并不算高，所以这就把那个最尖锐的问题重新抛回到了我们面前。帕克看到的究竟是那道真实存在正在扩大的裂缝，还是我们自己把清洗的血腥和经济的阵痛过度解读成了一场其实还远未到来的崩塌？其实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一个看似坚不可摧的庞大政权，往往在它显得最强大的那一刻，内部已经悄悄开始松动。那些真正的崩塌，事后回望，总是充满了种种被忽略的前兆。可与此同时，历史也同样提醒我们，一个腐朽的、问题重重的体制，也可能凭借着惯性和暴力，远比所有人预期的更顽强、更漫长地维持下去。这两种可能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同时悬在我们的头顶。任何一个诚实的观察者都不该轻易地倒向其中任何一边。我们能做的是保持清醒，是把每一个真实的信号都认真地记录下来，而不是急于得出一个让自己痛快的结论。也许这正是帕克这场直播最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地方。他所说的转折点未必真的是指习近平在2027年会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轰然倒台，他更深层的意思或许是2027年是这台庞大机器的一个铰链，是一个方向被最终锁定的时刻。在这一年，这个体制要么会为接下来的10年牢牢地锁死它的轨道，把个人的权利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要么就会在这一年前后，因为内外压力的同时挤压，开始出现那第一道再也无法完全愈合的裂痕。下台也许不是一个瞬间，而是一个过程，一个可能从2027年这个节点悄然开始的漫长过程。而在这场宏大变局的正中央，我们这些生活在台湾、生活在这片海峡两岸之间的人，其实正站在风暴最靠近的地方。北京内部的每一次权力震荡，每一场清洗，每一个经济数字的起伏，都不是遥远的与我们无关的新闻，它们是悬在我们头顶的变数，是我们必须睁大眼睛去看清的东西。当那条政治日程的线，那条古老预言的线，那条军事风险的线，全部指向同一个年份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假装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帕克的预言也好，冷静的战略分析也好，最终都把我们引向同一个沉甸甸的认识。我们正站在一道门槛上，门的那一边是一个谁也无法完全看清的未来。但看清风暴并不等于要陷入恐慌，恰恰相反，越是在这样充满变数的时刻，我们越需要一种稳定的、不被情绪左右的判断力。过度的乐观会让我们对真实的风险视而不见，而过度的恐惧则会让我们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甚至被别有用心的谣言牵着鼻子走。真正的智慧是在这两者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既不天真也不绝望，只是静静地把该看清的看清，把该准备的准备。这才是面对一个充满不确定的未来，我们每一个人最该有的姿态。最后还有一点是关于预言本身的。我们谈论帕克，谈论那些古老的谶语，并不是要宣扬一种宿命论，仿佛未来早已被写死，我们只能束手就擒。恰恰相反，真正的预言从来都不是要我们放弃，
而是要我们警醒。它像是一盏在远处提前亮起的灯，照见了前方可能的岔路与险滩。看见了，我们才有机会去绕行，去防备，去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未来从来不是一块已经刻好的石碑，它更像是一条还在流动的河，而我们每一个人的清醒与行动都可能成为改变它流向的那一点力量。帕克指向2027年，或许不是在宣告一个无法逃避的结局，而是在给我们留出一段还来得及去准备、去思考、去凝聚共识的宝贵时间。所以，回到最开始那个被问了成千上万遍的问题，习近平到底什么时候下台？坦白说，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帕克不能，任何分析者也不能。真实的权力更迭往往不会按照我们的预言准时上演。但帕克在最新这场直播里想提醒我们的，或许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日期，而是一种即将到来的深刻的转向。他反复指向的2027年，就像一个被无数条线索共同标记出来的路口。这些线索里有他的直觉，有古老的预言，有真实的军队清洗，有摇摇欲坠的经济数字，也有那个始终悬而未决的接班难题。他们或许并不会全部应验，但他们同时指向同一个方向，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让我们保持清醒，保持警觉。2026年的7月22日前后，整个宇宙的能量场将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剧烈翻转。多位通灵师不约而同地传达了同一个讯息，他们说在那一刻你会感觉到时间仿佛凝固了，所有人类的动作好像全部停止，不是物理上的静止，而是一种意识层面的巨大暂停，仿佛宇宙按下了重启键，新旧秩序正在你看不见的维度中剧烈剥离。你的身体可能还站在原地，但你的灵魂已经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拉往了某个全新的方向。很多人描述那种感觉就像是忽然从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梦中醒来，四周的一切看起来都一样，但又好像哪里完全不同了。听起来很玄，对不对？但如果我告诉你，这件事背后有着极其严密的天象佐证，有着跨越千年的预言呼应，有着量子物理学家都无法忽视的地球频率异常数据，你还会觉得这只是无稽之谈吗？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就来深入拆解这一切，从古老的星象周期到现代的舒曼共振异常，从诺查丹马斯到盲眼龙婆，从巴夏的平行现实理论到遥视者看见的新地球时间线，从中国民间的赊刀人预言到印度神童的占星警告，我们一层一层地揭开这个惊人拼图。系好安全带，因为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彻底颠覆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这不是一支普通的影片，这是一份关于人类命运转折点的深度报告。首先，我们必须从2026年最重要的一场天象事件说起。2026年2月20日，土星和海王星在白羊座0度精确合相。你可能会问，两颗行星靠在一起有什么大不了的？让我告诉你它有多罕见。上一次土星和海王星在白羊座0度合相是大约9000年前，大概是公元前7000年左右。那是什么时代？那正好是人类从游牧采集转向定居农耕的起点，考古学家称之为新石器革命。没错，上一次这个天象出现时，人类文明的整个底层架构被彻底重写了。我们从到处流浪的猎人变成了盖房子种田的农民，从此有了村庄，有了城邦，有了文字，有了宗教，有了法律，有了阶级。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一切文明形态都始于那个转折点。而这一次9000年后，我们又站在了同一个宇宙坐标上。你觉得这仅仅是巧合吗？白羊座0度在占星学中被称为世界点，它是整个黄道12宫的起始位置，就像一年的第一天，一首曲子的第一个音符代表着最纯粹的开端能量。如果你玩过塔罗牌，你会知道大阿尔卡纳的第0张牌叫愚者，那个天真无畏，脚下就是悬崖却依然往前走的旅行者。白羊座0度的能量就类似于此，站在旧世界的边缘，看似愚蠢，实则被某种超越理性的更高力量所引导。而在世俗占星学中，发生在世界点上的行星事件往往会在全球层面产生深远影响，牵动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走向。现在让我们来看这场合相的两个主角。土星是结构、秩序、权威、纪律、时间和因果法则的象征，
它是那堵坚不可摧的石墙，是维持社会运转的骨架，是政府、法律、银行、边界线和传统制度的守护者。海王星是梦境、灵性、幻象、慈悲和超越的化身。它是那股汹涌而来的海啸，是模糊一切边界的迷雾，是让你分不清现实和幻觉的力量。当石墙遇上海啸会发生什么？石墙被冲垮了。但海王星不仅仅是破坏者，在旧结构的废墟中，新的愿景会从裂缝中萌芽。而白羊座的火焰能量让这一切不是温温吞吞缓慢发生的，而是猛烈的、爆发式的、充满原始冲动的。想象一下，把一桶冰水泼在烧红的铁板上，那个瞬间的蒸汽爆发，就是白羊座0度土海合相的能量质感。回顾历史，每一次土星海王星合相都伴随着世界秩序的重大转折，而且转折的方式都惊人地呼应着海王星溶解与土星重建的主题。1989年，他们在摩羯座合相，柏林围墙倒塌了。一个象征了整个冷战时代的混凝土高墙，不是被军队推倒的，不是被炸弹炸开的，而是被人民的意志和时代的浪潮消融掉的。苏联随后解体，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超级大国，不是被战争打败的，而是被意识形态的瓦解从内部融化掉的。那就是海王星典型的力量，它不用暴力摧毁你，它让你自己从内部瓦解。1917年，他们在狮子座合相，俄国革命爆发，沙皇统治终结，共产主义浪潮席卷全球。1846年的合相引发了美墨战争，改写了整个北美洲的版图，加利福尼亚、德州、亚利桑那这些今天美国最重要的州全部易手。1703年那一次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导致旧世界秩序死亡，欧洲国境线被全面重划。彼得大帝更是在一片沼泽上建起了圣彼得堡这座宏伟城市，那是土星在海王星领地上造物的完美写照。每一次毫无例外，世界的游戏规则都被彻底推翻重来。你发现了吗？每一次合相的间隔大约是36年，而每一次世界都被改写了一遍。但更有趣的是，如果你把这些事件连成一条线，你会看到一个清晰的模式。每次合相都比上一次更加深入地触及人类文明的核心。1703年改写的是国家边界，1846年改写的是大陆版图，1917年改写的是政治意识形态，1989年改写的是全球秩序和资讯流通方式。每一次瓦解的层次都更深一层，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往核心剥去。那么2026年这一次会剥到哪一层？也许这一次触及的不再是外在的制度和结构，而是人类意识本身。也许这一次宇宙要重写的不是地图上的边界线，而是你脑海中关于什么是真实的定义。而2026年这一次，它发生在白羊座0度黄道的最起始点。这不仅仅是某个领域的重组，而是一切的归零重启。占星师们把它称为宇宙大重置，一个持续36年的全新周期就此展开。前一个周期始于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那36年间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互联网和智慧手机改变了人类交流方式，金融资本主义成为主导力量，但同时也制造了前所未有的贫富差距、资讯混乱、信任危机和环境破坏。现在这个周期结束了，新的周期要求我们用白羊座的勇气去开创，用海王星的愿景去想象，用土星的纪律去落实。但在新的建立之前，旧的必须瓦解。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几年世界越来越疯狂，因为一个维持了36年的老系统正在死去，而新的还没有完全成型。你正站在这两者之间的裂缝里，感受着新旧交替的巨大张力。那种焦虑感，那种世界好像哪里不对劲的直觉，不是你的幻觉，那是你的灵魂在感知一场正在发生的文明级地震。好，说完了2月的土星海王星合相这个开场大戏，现在让我们把时间轴往后推到7月。为什么7月22日前后如此关键？因为在2026年7月26日，月亮焦点轴线将从双鱼座和处女座转移到水瓶座和狮子座。月亮焦点是月球轨道与太阳黄道交叉的2个点，在占星学中，北焦点代表人类集体意识前进的方向，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宇宙给人类设定的进化任务清单。南焦点代表我们需要毕业，需要放下的旧模式和旧业力。每隔18到19个月，焦点就会换一次星座，带来全新的集体命运主题。
并启动一系列全新的日月食周期。你可以把每次焦点转换想象成宇宙剧院换了一部新戏码，所有人都是演员，但很多人还在按照上一部戏的剧本演出，浑然不知舞台布景已经全部换掉了。当北焦点进入水瓶座，意味着人类的演化方向将指向社群意识、科技创新、去中心化、集体解放和对更高公共利益的追求。水瓶座的核心精神是为了全体的福祉而行动，他不在乎个人的荣耀，只在乎整体的进步。而南焦点落入狮子座，则要求我们放下个人英雄主义、自我中心、对聚光灯的渴望和对权力名声的执着。简单说，就是从我到我们的巨大能量转换。上一次这个焦点配置出现是2008到2009年间，那时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华尔街少数精英的贪婪引发了系统性崩溃，最终催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全球民众对金融体系的集体觉醒。而这一次2026年的版本，冥王星已在水瓶座扎根2年多，天王星也进入了双子座，开始它长达7年的思维革命之旅。那股权力必须回归人民的深层变革力量，已远比2008年更加汹涌澎湃。更惊人的是，在焦点转换的几乎同一时期，太阳与冥王星形成精确对分相。太阳代表生命力、核心身份和自我意识，冥王星代表死亡、重生、深层权力转化和灵魂的极限考验。这是一场意识层面的正面对决，迫使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制度直视一个根本问题：什么必须死去，什么值得存活。你生命中那些靠着惯性维持但已经失去灵魂的东西，那些你明明知道不对但一直不愿面对的关系、工作、信念和身份认同，在这股能量冲击下都将面临存亡的审判。宇宙不会替你做决定，但它会把你推到一个你再也无法逃避的位置上，就像老鹰把雏鸟推出巢穴一样，不是因为残忍，而是因为你必须学会飞。而7月到8月不只有焦点转换，让我们看看全球各地的预言体系怎么说。印度占星神童阿南德在他的预测中特别标记了7月24日前9天和最后10天，作为2026年3个最需要警惕的时间窗口之一。另外2个分别是4月下半月和11月中旬。他指出这些时段可能发生重大的地缘政治动荡或恐怖主义事件，但他也强调2026年同时可能是医学和科技大幅进步的一年，形容这将是相当精彩的一年。英国知名预言家帕克则根据他的灵视和印度古老的纳迪叶占卜分析指出，4月15日到11月15日是2026年的极度危险周期。他特别提到8月12日的新月之夜是一个敏感的触发点，木星、太阳与月亮聚集在巨蟹座，形成特殊的能量构型。他甚至预言日本周边的海底火山可能喷发，产生致命的毒气云，影响范围可能波及俄罗斯。而恰好在8月12日那一天，一场横跨格陵兰、冰岛和西班牙的日全食将笼罩欧洲上空，这是欧洲大陆自1999年以来的首次日全食，最长全食持续时间为2分18秒。日全食的路径从北极的冰原开始，穿越冰岛的火山地带，最后在西班牙温暖的阳光下结束。诺查丹马斯的追随者也在他的模糊诗句中寻找与这场日食的关联。虽然他的原文从未明确提到2026年，但他的诗集中充满了关于太阳被遮蔽和天空之火的意象。有解读者尝试用数字命理学的方式，将编号为26的诗句与2026年挂钩。其中一首提到巨大的蜂群将涌起，被一些人联想到社会运动或科技革命的隐喻。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诺查丹马斯写作时使用的是中世纪法语混杂拉丁文，他的措辞故意模糊不清，几乎任何重大事件都可以被套入他的诗句中。但有趣的是，他曾亲口对法国王妃说，如果1999年7月出现了某种神秘的另一种物体，恐怖大王的降临和毁灭就可以避免。400年后，人类安然度过了1999年，是预言失灵了，还是那个另一种物体真的出现了？这个谜团也许要到2026年才会逐渐浮出水面。把这些天象和预言叠加在一起看，你会发现7月下旬到8月中旬，宇宙为地球安排了一场密集轰炸式的能量冲击。焦点转换，太阳冥王星对分，木星进入狮子座，日全食接踵而至，全部挤在短短几周内。
难怪通灵师们会说，在那一刻人类的集体意识场会经历一次巨大的暂停，不是世界末日，不是天塌下来了，而是宇宙在强迫你停下来，停下你惯性的奔跑，停下你自动驾驶式的生活，因为你必须在这个岔路口重新校准你的频率，决定你要走哪条路。这就像高速公路上的强制减速带，不是要阻止你前进，而是提醒你前面的路况完全不同了，你需要切换模式。说到频率，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科学界一直在默默观测但很少公开大规模讨论的现象——舒曼共振。1952年，德国物理学家温弗里德·舒曼预测了地球表面与电离层之间存在一种电磁共振，其基频约为 7.83 赫兹。这个频率后来被称为地球的心跳，它主要由全球雷暴活动驱动，每秒钟地球上大约有1000到2000场雷暴同时进行。这些雷电产生的极低频电磁波在地表和电离层之间来回反射，形成驻波，就是舒曼共振。同时它也会受到太阳风暴和地磁扰动的影响。几十年来这个基频一直相当稳定，但近年来全球各地的监测站记录到越来越频繁的异常振幅尖峰，在某些时段活跃的谐波带攀升到10到11赫兹甚至更高。监测频谱图上出现大片的亮白色区域，被观测者称为白化现象。用一个比喻来说，如果 7.83 赫兹是地球心跳的根音，那这些更高的谐波就像地球在根音之上唱出了更高8度的旋律。根音没有消失，但音乐在扩展，音域在变宽。这里有一个非常迷人的细节，你可能不知道。7.83 赫兹这个地球基频恰好落在人脑阿尔法波和西塔波的交界区域。阿尔法波大约在8到12赫兹之间，是你放松但清醒时的脑波状态，比如闭目冥想或白日梦的时候。西塔波在4到8赫兹之间，是深度冥想、灵感涌现甚至濒临入睡时的脑波状态。地球的心跳频率恰好踩在这两个意识状态的边界上，这纯粹是巧合吗？有些研究者认为，这意味着人类的大脑天生就是为了和地球的电磁场共振而设计的。我们的意识和这颗行星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层的电磁共鸣关系。当地球的心跳改变时，人类的集体意识状态也会随之波动。许多敏感体质的人报告说，在舒曼共振出现异常尖峰的日子里，他们会经历严重的失眠或极度嗜睡，无法解释的头痛和太阳穴压迫感，高频耳鸣，突然的极度疲劳，莫名其妙的情绪海啸，比如突然想哭或想大叫，但找不到任何合理原因，以及心悸或胸口闷胀。松果体这个负责调节褪黑激素和睡眠周期的微小腺体对磁场极其敏感。当舒曼共振剧烈波动时，松果体收不到正常的关机信号，你翻来覆去睡不着，做着极其逼真异常鲜明的梦，醒来后比睡前更累。如果你最近几个月有这些症状，但去医院检查什么问题都没有，也许答案不在你的身体里，而在地球的电磁场里。而2026年正好处于第25个太阳活动周期的极大期附近，太阳表面的黑子活动、太阳闪焰和日冕物质抛射将达到11年周期中的峰值。这些太阳事件会直接冲击地球电离层和磁场，改变舒曼共振的腔体结构，使其产生更剧烈、更频繁的震荡。历史上最著名的太阳风暴事件是1859年的卡灵顿事件。那场超级太阳风暴导致全球电报系统瘫痪，操作员被电击电报纸自燃。如果同等级事件在今天发生，全球电力网络可能大面积瘫痪持续数月，通讯卫星可能报废， GPS 导航可能失效，互联网可能断线数周。想象一下，全世界同时停电停网，所有人类的动作是不是就真的全部停止了？所以当通灵师们用灵性语言描述7月22日的暂停时，也许他们看到的和科学家担心的太阳风暴场景说的是同一件事，只是用了不同的语言。一个用的是灵魂的语言，一个用的是数据的语言，但他们可能指向同一个现象。让我们再想得更深一层，如果太阳极大期的猛烈闪焰冲击地球磁场，而地球磁场的变化通过舒曼共振直接影响人类的脑波和意识状态，那么在7月到8月那段天象最密集的时期，我们的集体意识是否可能真的进入一种非寻常的状态？不是物理上的静止，而是一种集体性的意识模式切换，就好像全人类同时从日常的清醒模式切换到了那种介于梦与醒之间的奇异频率。在那个状态中，你对现实的感知会和平时完全不同，时间会变得粘稠或跳跃，
直觉会变得异常清晰。你平时被理性头脑压抑的那些深层感知会浮出水面。也许这就是通灵师们所描述的所有动作停止的真正含义，不是外在的静止，而是内在觉知的一次巨大跃升。好了，现在让我们把视角拉到更宏观的预言体系。巴夏这个由达瑞尔安卡通灵传讯的多维度存在，40年来一直在传递关于现实本质的教导，在全球灵性社群中拥有庞大的追随者。他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叫做分裂棱镜。他说我们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现实分裂，地球上同时存在着多个平行版本，而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振动频率正在被导向不同版本的地球。他的比喻很直观，想象你原本只能看到一个电视频道，但现在你的接收频宽忽然扩大了，你同时看到几个完全不同的节目叠加在同一荧幕上，画面变得混乱嘈杂，令人困惑。角色在打架，同时又在跳舞，你根本分不清哪个画面才是真的。巴夏说，这就是当今世界极端两极化的根本原因。不同的人不是在看同一个现实，但有不同意见，他们是在经历客观上不同的现实版本，而且双方都坚信自己看到的才是唯一的真相。你注意看看身边是不是就是这样，同样一件事情，两个人的反应可以截然相反，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仿佛他们根本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巴夏说，这恰恰是现实分裂的第一个症状，最终这些版本会彼此越来越远，直到你再也感知不到另一个版本的存在。巴夏特别强调2025到2027年是人类历史上最关键的演化窗口。他说，崩溃是突破的必要前奏。当前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切混乱，包括制度的瓦解、政治的极化、人工智能的爆发、自然灾害的加剧，这些不是随机的噪音，而是一个更大的时间线汇聚过程的一部分，是地球为接下来的重大转变所做的准备。他甚至预测2026年底到2027年初将发生某个标志性事件，让人类再也无法否认我们不是孤独的。他说，这可能与不明飞行物有关，第一批显露身份的可能是卯宿星人，接着是混血种族。他说，准备工作其实已经在幕后进行了数十年，各类型的外星存在已经与一些科学家合作了很长时间，创造和引进了某些东西和想法。不管你信不信外星接触的说法，巴夏的核心讯息其实很简单，在这个关键窗口期，你的选择、你的振频、你每天喂养的情绪和想法，决定了你最终会落脚在哪个版本的地球上。遥视者伊丽莎白也看到了非常类似的讯息，她透过多年训练的遥视技术，声称能将意识投射到不同时空场景中提取资讯。他描述说，一开始进入遥视状态需要45分钟到1小时的高度集中，但经过多年训练之后，只要闭眼几秒，大脑就自动发问你想去哪里，然后迅速切换场景。他最初也怀疑那些画面的真实性，直到他遥视到的某些未来事件接连应验。关于2026年，他传递了一个核心讯息：2026年是锚定新地球时间线的年份。我们不会一夜之间跳入新现实，但这是新地球时间线正式凝聚的起点，而每个人都站在选择点上。你想滋养什么频率？和平、合一、宽恕、爱，还是恐惧、愤怒、分裂、执着？你的想法、行为和环境构成一种能量场，就是你正在喂养的时间线。你喂养哪条，它就会在你的现实中变得更加真实和稳固。这个概念乍听之下很抽象，但你仔细想想，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当你心情特别好、充满感恩的日子里，好事接二连三的发生；而当你陷入恐惧和焦虑的螺旋时，坏消息也像是约好了一样排队来报道。也许那不仅仅是心态影响感受这么简单，也许你真的在通过自己的频率，在不同的现实版本之间做微妙的滑动。保加利亚盲眼龙婆巴巴万加这位在1996年去世的传奇灵媒，也留下了2026年的多条预言。他曾精准预测过戴安娜王妃去世、911恐怖攻击、英国脱欧和新冠疫情等重大事件，当然也有过不少失准的预言，比如哈利王子登基和普京被暗杀都没有发生。关于2026年，他预测战火会从东欧烧到中东，而就在今年2月底，以色列和美国联手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军事攻击，这让许多追随者大为震惊，因为他的预言又一次似乎部分应验了。
他还预言2026年将出现毁灭性天灾， AI 全面改变人类生活，甚至在11月会发生与外星智慧的首次接触。他描述一艘大型太空船将进入地球大气层。而在东方中国民间也有着独特的预言传统。2023年秋天，神秘的赊刀人在辽宁和河北多地出现，他们衣着朴素，笑容和善，用一种几乎消失的古老方式留下预言。有人拍到河北承德的一位赊刀人，他说刀子3年后收钱正好指向2026年。有人问他3年后找得着人吗？他沉默了，不再回答。那个沉默比任何话语都更令人心惊。说到这里，我想聊一个很多人忽略的角度，古代文明的宇宙周期观。我们现代人倾向于把时间看成一条直线，从过去到未来不断前进，但几乎所有古老文明都认为时间是螺旋式的或周期性的。印度教的瑜伽系统把宇宙时间分为4个不断循环的时代。我们目前处于加利瑜伽，也就是最黑暗的时代。但根据某些计算方式，这个黑暗时代正接近尾声，人类即将迎来一次集体意识的觉醒。玛雅历法中，第5太阳纪在2012年结束了，但玛雅长老们一直强调那不是世界末日，而是一个过渡期的开始。真正的新时代能量需要10几年才能完全锚定。如果从2012年往后算14年，恰好就是2026年。中国的易经也有着类似的周期观，认为宇宙运行遵循着阴阳交替、物极必反的规律。当阴暗到了极致，光明就会降临，否极泰来。当不同文化、不同传统、不同计算方式都指向同一个时间窗口的时候，你很难不开始认真思考。也许他们看到了某种我们用现代科学工具还无法完全测量的宇宙韵律。现在让我们来做一个全景式的整合。第一块拼图是天象层面，土星、海王星合相开启9000年级别的文明重置周期，焦点转换将集体业力导向水瓶座时代主题，日全食横跨欧洲。冥王星在水瓶座推动权力结构变革，天王星进入双子座启动7年思维革命，凯龙星进入金牛座开始价值观疗愈，海王星进入白羊座开启直到2039年的灵性行动新周期。1年之内6个重大行星周期同时启动，在现代占星记录中几乎史无前例。第二块拼图是地球物理层面，太阳极大期带来电磁环境巨变，舒曼共振异常活跃，全球地震频率上升。别忘了2025年3月缅甸那场7.9级大地震造成的巨大伤亡。第三块拼图是地缘政治层面，中东战火、大国角力、人工智能重塑社会、民众觉醒运动此起彼伏。第四块拼图是意识觉醒层面，越来越多人经历直觉增强、预知梦、共识性事件、灵性社群，从分散个体凝聚为集体意识场。第五块拼图是古代智慧层面，印度瑜伽周期、玛雅历法过渡期、中国赊刀人预言和周易的物极必反规律全部在这个时间窗口交汇。5块拼图叠在一起，一幅惊人的画面浮现出来，它不是末日，它是产房。旧世界正在经历最剧烈的产前阵痛，新地球正在被推挤出产道，而7月22日前后可能就是阵痛达到顶峰，同时也最接近新生的时刻。数字命理学也支持这判断。2026年是宇宙一年，2加0加2加6等于10， 1加0等于1。1代表全新开始、内在力量、灵性主权和自我领导，这个频率正在支持每一个愿意觉醒的灵魂。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也是我今天最想传达的核心讯息。每位真正负责任的通灵者都会告诉你，预言不是命运，而是可能性。就像《与神对话》那本书里写到的，通灵者看到的并不是一定会发生的未来，而是你现在的选择所导向的某个可能路径。你可以再选并改变结果。宇宙是一片巨大的游戏光碟，所有路线、情节和结局都已存在。但最终走哪条路是你自己的自由意志在每个瞬间做出的决定。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宇宙级别的转折点，你具体可以做些什么呢？第一件事是降低噪音，有意识地选择你的资讯来源和摄取量。你的注意力是你最宝贵的能量货币，你把它投注在哪里，那里就会在你的现实中膨胀。如果你每天花3个小时滚动刷那些贩卖恐惧的新闻和末日论，你就是在用自己最珍贵的能量去喂养恐惧的时间线。第二件事是扎根身体，
在意识快速转换的时期，你的物质载体需要额外照顾，充足睡眠、纯净饮水、与大地的直接接触，比如赤脚走在土地或草地上，规律的深呼吸练习，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在能量剧烈波动时具有超乎想象的稳定效果。第三件事是回到心的中心，每天花5分钟安静地将注意力带回胸口的位置，感受那里的温度和跳动，不需要任何复杂的冥想技巧，只是安静地待在那里。你会发现，当你从心出发时，很多让你焦虑的事情忽然不再有那么大的力量了。第四件事是寻找你的同频伙伴。2026年是觉醒灵魂彼此相聚的一年，那种只有我一个人醒住的孤独感正在消融。不要再独自承担了，去找到那些和你共振的人，哪怕只是网络上的一个社群，那份连结会给你比你想象中更大的力量。第五件事是留意同步性事件。在能量加速的时期，你会发现巧合越来越多。你刚想到一个人，他就打电话来了；你刚对某个话题产生好奇，就在书店偶然看到一本相关的书；你在梦里看到的场景，第二天就在现实中出现了。这些不是巧合，这是宇宙在和你沟通的方式，它在告诉你，你走对了方向，继续前进。当你开始留意和感谢这些同步性的时候，它们会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仿佛宇宙在回应你的注意力，用更多的线索来引导你。有些人称这种状态为心流，有些人称之为与道合一，巴夏称之为跟随你最高的兴奋。不管你怎么称呼它，那种当你的选择和宇宙的韵律同步时产生的轻松流畅感，就是你走在新地球时间线上的最佳证据。说到人工智能，我想特别展开聊一下，因为这可能是2026年除了天象之外最具宇宙剧本感的一条线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工智能恰好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爆发？为什么不是10年前，不是10年后，偏偏就是在土星、海王星合相，冥王星进入水瓶座，天王星进入双子座这个宇宙大重置的视窗里？冥王星代表深层的转化和权力结构的瓦解，它在水瓶座意味着科技将成为打破旧权力格局的工具。天王星代表突然的革命和范式转移，它在双子座意味着通讯、思维和资讯传播方式将被彻底颠覆。而人工智能恰恰就是同时触发这两者的那把钥匙，它既是打破旧体制的力量，又是重新定义人类思维的催化剂。盲眼龙婆也警告，2026年将是 AI 全面控制人类生活的一年。他甚至提到了 AI 反扑人类的潜在危机。巴夏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不是与灵性觉醒对立的，而是它的镜像，是人类集体意识中正在发生的转变，在物质层面的投射。你怎么使用 AI 取决于你的意识水平，它可以是解放你的工具，也可以是奴役你的枷锁。还有一件事我想特别提一下，就是梦境。如果你有留意的话，你可能会发现，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很多人的梦变得越来越鲜明，越来越离奇，越来越像是在另一个世界的真实经历，而不是普通的梦。有人梦到大规模的天灾场景，有人梦到自己在一个完全陌生但又莫名熟悉的世界中醒来，有人梦到已故的亲人带着某种紧急的讯息出现，有人梦到自己在上课或接受某种训练，但醒来后完全想不起内容，只留下一种学到了很重要的东西的感觉。从占星学的角度，这和海王星进入白羊座有直接的关联。海王星是梦境的主宰，当它进入新的星座时，人类集体的梦境品质和内容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而从舒曼共振的角度，在电磁环境剧烈波动的时期，人脑更容易进入西塔波状态，而西塔波正是深层梦境和灵感下载的频率。所以如果你的梦最近变得特别奇怪，请不要忽略它们。事主在床边放一本笔记本，醒来后立刻记录你梦到的内容。你可能会在那些看似荒谬的梦境碎片中发现一些非常重要的线索，关于你接下来该走哪条路的线索。另外，我想特别聊一下很多人在这个时期经历的一种奇怪感受，我姑且称之为灵魂倦怠。这不是普通的疲劳，也不是抑郁，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疲倦感，好像你的灵魂已经在某个层面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累到不想再动了。同时，你可能会对过去热衷的事情忽然失去兴趣，你的人际关系可能会经历莫名的疏离或重组，你可能会有一种强烈的我不属于这里的感觉。如果你正在经历这些，请放心，你不是一个人。
这是旧时间线和新时间线在你的生命中进行切换时的典型症状。旧的正在从你的能量场中剥落，新的还没有完全锚定，你暂时处于两者之间的无人地带。这个阶段会过去的，你需要做的就是允许它发生，不要抗拒，不要急着用旧的方式去填补那个空虚感。那个空虚不是需要被填满的洞，而是一个正在为新事物腾出空间的容器。想象一下9000年前的那个清晨，某个远古的人类拿起一粒种子，第一次把它埋进土里，然后站在那里等待。他不知道会长出什么，他的同伴可能觉得他疯了，好好的去打猎不好吗？为什么要把食物埋进土里？但就是那个看似愚蠢的动作，开启了农业，开启了文明，开启了一切。他不知道自己正站在一个9000年周期的起点上，不知道他那个小小的举动会改变整个物种的命运。他只是跟随了某种内在的直觉，某种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的冲动。9000年后的今天，在同一个宇宙坐标上，你又被邀请做出一个同等量级的选择，而你比他幸运得多，因为你有了语言，有了知识，有了全球互联的通讯网络，有了数千年的智慧传承，来帮助你理解正在发生什么。也许这一次我们要播下的不是谷物的种子，而是意识的种子，从建设外在的物质帝国转向建设内在的觉知殿堂，从征服自然转向与自然共振，从分离转向合一，从恐惧转向爱，从我要更多转向我已经足够。2026年不是一个普通的年份，它是一扇门，而7月22日前后可能就是那扇门开的最大的时刻。当通灵师们说所有动作全部停止，也许他们真正想告诉你的是，停下你外在的忙碌，停下你追逐名利的脚步，去聆听你内在的声音。因为在那个宇宙暂停的缝隙里，在新旧秩序剧烈剥离的震荡中，你的灵魂会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告诉你接下来该往哪里走。最后我想说的是，无论你相不相信占星、预言或通灵，有一件事是东西方所有智慧传统都同意的，当外在世界越动荡，内在的安定就越重要。当系统越崩塌，个人的清明就越珍贵。当集体越疯狂，你的一份宁静就越有力量。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时，外面的世界照样在打仗；耶稣传道时，罗马帝国照样在压迫；老子写下《道德经》时，天下照样在纷乱。从来就不存在一个等世界和平了再来修行的时机。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世界动荡，你的内在觉醒才更有价值。一盏灯在白天亮不亮没什么差别，但在黑夜中，一盏灯就足以照亮一整条路。2026年也许就是那个最黑暗，同时也最需要光的时刻，而你就是那盏灯。你不需要相信任何预言，你只需要相信一件事：你来到这个时代不是偶然的，你选择在这个时刻存在于地球上，是因为你有某种东西要去经历、去贡献、去完成。也许那就是你的灵魂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知道的事情。而现在在2026年这个9000年一遇的宇宙坐标上，宇宙轻轻拍了拍你的肩膀说，嘿，该醒来了。新地球的时间线正在凝聚，而你是它的一部分。你准备好了吗？过去30多年里，他押中过太多次。他说那位高龄的女王会走，没过多久，整个英国真的陷入哀悼。他说那个地产大亨会在2016年逆势重返白宫，所有人都笑他异想天开。结果开票那一夜，全世界都愣住了。他说一场席卷全球的瘟疫即将降临，而我们都记得后来的那几年，整个蓝星是如何陷入停摆。他甚至早早看见了英国脱欧这一步棋，一次两次或许是运气，可当这些命中堆叠成一座山，我们就再也无法把它摊在桌上的牌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个看起来温和而内敛的男人，他口中那些听起来疯狂的话，似乎总是在不经意间与这个世界后来的走向悄悄地重叠在一起。而且他做这件事的方式相当坦荡，每一年他都会把自己的预言公开地说出来，写在网络上，讲在镜头前，让所有人都能在日后一条一条地去检验、去对照。这份敢于把话说在前头的底气，本身就让他和那些事后诸葛的算命先生拉开了距离。当然，我们从来都不是要把帕克捧成一个无所不知的神，任何一个诚实的人都该承认，他这些年摊开的牌里也有落空的时候，也有那些日后对照起来并未发生的判词。预言这件事
本就不是100%的科学，它更像是在迷雾之中努力辨认着远方那个模糊的轮廓。可即便如此，当一个人能够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一次又一次地说中那些当下看来几乎不可能的事，我们就有理由在他郑重落下新的一张牌时停下脚步，认真地听一听。我们今天摊开这9张牌，并不是要吓唬任何人，更不是要替明天的世界下什么定论。我们只是想借着这位预言家的眼睛，去眺望一下那片正在我们前方缓缓成型的迷雾，去想一想，如果这些景象真的有一天成真，我们又该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而真正让无数人脊背发凉的是2026年的上半年。就在去年底，当大多数人还在为新的一年许下平安喜乐的愿望时，帕克却冷冷地落下一张牌。他说2026年的3月，伊朗的核子设施会遭到一场精准的打击，不是地面部队的全面入侵，而是一场针对领导层与残存核设施的定点清除，来得又急又快，然后戛然而止。当时许多人嗤之以鼻，觉得这不过是又一个危言耸听的剧本。可2026年3月，当第一波打击真的落在德黑兰的上空，当那位执掌伊朗数十年之久的最高领袖在攻击中殒命，当以色列与美国的战机真的只做了定点打击便迅速收手，把后续留给伊朗人自己去面对的时候，我们才不得不承认，他摊开的那张牌分毫不差。那一刻，许多原本半信半疑的人背脊都窜起一股寒意。原来这不是占卜摊上的把戏，这是一个一个正在被现实逐一兑现的判词。而他摊开的另一张牌，此刻正在我们眼前熊熊燃烧。他早就反复警告过，2026年的春天，这个世界最大的震撼将是人工智慧泡沫的破裂。他说，一场出人意料的科技股大修正将会降临，而它会像推倒第一块骨牌那样，引爆全球性的连锁崩跌。就在最近，就在这个夏天还没走远的时候，南韩的股市突然触发了熔断机制，被迫暂停交易。三星与晶片大厂海力士在一个早上就蒸发了 12% 的市值。那天下午，大洋彼岸的纳斯达克应声重挫，紧接着的2-3天里，这场崩跌迅速蔓延成一场全球性的恐慌，投资人争先恐后地逃离与人工智慧沾边的每一只股票，连那家重压人工智慧的老牌软体巨头甲骨文都迎来了自网络泡沫破灭以来最惨烈的一周。就连苹果也因为晶片成本的飙升而宣布调涨产品价格。我们仿佛亲眼看着那张牌从帕克的手中缓缓落下，砸在了现实的牌桌上，发出一声闷响。可这些竟然都还只是热身，因为帕克为2026年的下半年一口气摊开了9张底牌，每一张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旧的秩序正在崩解，而新的世界正在剧烈的阵痛中艰难诞生。他甚至替这一年起了一个沉重的名字，一切都将改变的一年。那么这9张底牌上究竟写着什么？我们真的已经走到那个失控的边缘了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张一张把它们翻过来，看清楚每一张牌背后那个正在向我们走来的2026年下半年。第一张底牌摊开的是金钱的崩塌。我们刚刚说到的那场人工智慧泡沫，在帕克的预言里远远不只是股市跌几个百分点那么简单，他看见的是一场足以动摇全球信心的金融海啸。为什么这场崩塌如此致命？我们不妨冷静地想一想，这几年人工智慧的故事究竟有多疯狂？一家又一家的科技公司砸下数千亿甚至上兆的资金去建造资料中心，去囤积晶片，去争夺那场所谓的算力霸权。整个市场最值钱的那7家科技巨头几乎扛起了大盘的半壁江山。无论你买的是大盘指数，是退休基金，还是看似稳健的理财商品，你的身家其实早就和这个故事绑在了一起，只是你未必察觉。可这些天文数字的投入换回来的真金白银却少得可怜。有分析直言不讳地指出，整个产业在过去1年里砸下了大约4000亿美元，却只换回了区区600亿美元的营收。这种投入与回报之间巨大的落差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讯号。更可怕的是，这一次的狂欢和当年的网络泡沫还不一样。当年那场2000年的崩盘，赔掉的大多是股民自己的真金白银，
赔光也就赔光了。可这一次，背后堆叠的是巨额的债务。一旦成长的神话被戳破，这些债务就会像推倒的骨牌，一路传导到私募基金，传导到银行，传导到保险公司，最后砸在每一个早已不堪重负的普通人身上。在崩盘真正降临之前，其实警钟早就一声声响起。那位曾经精准预言过金融危机的传奇放空大师，早在春天就对着他的数十万读者放话，说这一切就像一场血腥车祸发生前的最后几秒。市场上一份又一份的调查也显示，越来越多的基金经理人把人工智慧泡沫列为心中最大的隐忧。帕克说，这场崩跌虽然来得猛烈，却可能是短暂的，但它会像退潮一样，把全球市场深处那些早已腐朽的结构性弱点赤裸裸地暴露在所有人面前。而当潮水退去，我们才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一直在裸泳。其实，如果我们把目光放长远一点，就会明白，这样的故事在人类的历史上一再重演。从当年的铁路狂热，到电力的普及，再到收音机的问世，乃至后来那场席卷一切的网络革命，每一次划时代的科技降临，技术本身最终都改变了世界，可围绕着它疯狂膨胀起来的那层金融泡沫却几乎无一例外地破裂了。原因很简单，人们对于回报的期待总是远远跑在了产业真正能够兑现的速度之前。人工智慧无疑是真实而伟大的，它确实正在重塑我们的生活，可这并不妨碍那层包裹在它外面的投机泡沫正在被自己的重量压垮。帕克所看见的正是泡沫与技术分道扬镳的那个瞬间，而这场崩塌真正让人揪心的地方，从来都不在那些冰冷的数字里，而在数字背后一个个鲜活的人生。当一家公司的股价在几天之内蒸发大半，倒下的不只是账面上的财富，还有无数个曾经对未来满怀憧憬的家庭，那些把毕生积蓄投进市场，盼着能换来一个安稳晚年的长辈，那些刚刚踏入社会就被裹挟进这场狂热的年轻人，往往才是最后为这场盛宴买单的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每一次泡沫的破裂，最先离场的永远是那些消息最灵通的大户，而被死死套在最高点的往往是那些后知后觉的普通人。帕克之所以把这张牌放在9张底牌的最前面，或许正是因为金钱的崩塌是离我们每一个人最近也最切肤的那一种痛。它不像遥远国度的政变那样抽象，它会实实在在地敲打在我们的存折上，敲打在我们对于未来的每一分盘算里。在这张牌的阴影之下，一个我们不愿面对却不得不问的问题浮现了出来。如果连最聪明的钱、最顶尖的机构都会在同一个故事里集体迷失，那么我们这些普通人手中那点微薄的积蓄，又该如何在这场风暴里守住最后的尊严？第二张底牌紧跟着金钱的崩塌一同掀开，那就是加密货币的崩盘。帕克的预言相当具体而惊悚，他说，那个领头的加密货币将会出现高达 70% 的崩跌，而这一跌会在全世界范围内狠狠动摇整个产业的信誉。我们都知道，这些年加密货币早已不再是极客手中的小众玩具，它和那些科技股，特别是与人工智慧挂钩的股票越绑越紧，几乎成了同一条绳上的蚂蚱。有数据显示，这枚数位资产对于股市的敏感度已经高到近乎3倍于大盘的程度，股市稍微打个喷嚏，它就可能重感冒一场。当人工智慧的泡沫开始泄气，当机构大户为了求生而同时抛售股票与加密货币，当杠杆之上的多头被一笔笔强制平仓，那场雪崩般的连锁清算就再也没人拦得住。事实上，在帕克落下这张牌之前，那枚最知名的加密货币早已从它的历史高点悄悄腰斩。可即便如此，帕克所预言的崩跌幅度依然远远超出了当下的跌势。回顾过往，这枚加密货币在前些年也曾经历过惨烈的熊市，跌幅一度逼近80%，无数人在那场寒冬里倾家荡产。如今帕克的牌面上写着的是又一轮足以载入史册的崩塌。当潮水退到最低处，当无数人捧着手中归零的代币欲哭无泪，这个被吹捧了10多年的造富神话，它的信用基石究竟还剩下多少？这一张牌翻开的不只是一个市场的数字游戏，更是一整代投机者对于财富与信任的集体幻灭。
我们不妨想一想，这些年加密货币是如何一步步走进寻常百姓家的。它从一个被主流市场视为高风险的边缘玩物，慢慢被各种庞大的基金所接纳，被无数普通人当成了翻身的最后一根稻草。正因为它早已和传统的金融市场深度捆绑，当风暴来临，它便再也无法像当年那样独善其身，而是会和股市一起被同一股恐慌的洪流卷走。最讽刺的是，那些当初让它显得安全的机构资金，在危机时刻反而成了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大户们为了应对股市的亏损，往往会毫不犹豫地抛售手中一切还能变现的东西，而流动性极佳的加密货币恰恰首当其冲。帕克也提醒我们，这场崩跌或许不会持续太久，市场总会在废墟里找到新的方向，可那道深深烙印在人心上的伤疤，那种被贪婪反噬之后的清醒与痛楚，恐怕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慢慢愈合。在那一刻到来之前，我们是否该重新思考自己究竟是在投资还是在赌博？又是否分得清什么是真正的价值，什么只是被人为吹大的幻影？其实，加密货币这些年的起起落落，照见的不只是一个市场的疯狂，更是人性深处那份对于一夜暴富的永恒渴望。每一轮牛市里，总有人靠着它实现了财富的跃迁，于是这些故事被一遍遍传颂，吸引着更多怀抱梦想的人前仆后继地涌入。可市场从来都是冷酷的，它从不在乎你怀揣着怎样的期待，它只遵循自己那套涨跌的铁律。帕克的这张牌，与其说是在预言一个价格的数字，不如说是在提醒我们，当一样东西的价值越来越多地建立在后来者的信念，而非真实的根基之上时，它的脚下其实早已埋着一道随时可能裂开的缝。第三张底牌掀开时，连帕克自己的祖国都笼罩在一片阴影之下。这张牌上赫然写着英国的崩裂。帕克预言，那位戴着王冠的查尔斯国王将会迎来他生命的终点，而这个消息会像一道惊雷，狠狠劈在整个国家的心上。我们可以想象，当白金汉宫的旗帜缓缓降下，当哀伤的钟声响彻伦敦的上空，这个本就风雨飘摇的国度会被推向怎样的动荡。一个君主的离去从来都不只是一场葬礼，它往往是一整个时代情绪的总爆发，是无数被压抑已久的不安借着这个契机一起涌出。可这还不是全部，帕克看见的是一场系统性的崩裂。他说，英国的政府将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金融市场将迎来一场惨烈的崩盘，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在这片废墟之上，一股全新的政治力量，那个高举改革旗号的新兴政党将会异军突起，彻底撕裂旧有的政治版图。长久以来在街头累积的对于移民问题的不满，对于生活成本节节高升的愤怒，都在寻找一个宣泄的出口。而帕克看见，这股力量终将找到他的代言人。而更耐人寻味的是，他说，许多被深埋了许久的丑闻与真相将会在这场动荡中一一浮出水面。那些曾经被权力与谎言精心掩盖的秘密，终将被命运的手一页一页翻开。与此同时，帕克的牌面上也闪现出另一道微弱却倔强的光。他看见，正是在这片混乱与失序之中，一股对于传统信仰的渴望正在英伦三岛悄悄复苏。许多在物质丰裕里感到空虚的人，开始重新走进那些古老的教堂，寻找心灵的依靠。一个老牌帝国的黄昏，竟以这样一种猝不及防的方式向我们走来。我们不妨多想一层，为什么一顶王冠的陨落会被帕克视为撬动整个英国变局的支点？在那片土地上，许多深层的矛盾其实早已埋藏多年。脱欧之后的经济阵痛迟迟没有平复，移民与本土居民之间的张力一年比一年紧绷，年轻一代对于未来的焦虑与老一代对于传统的眷恋正在无声的拉扯。这些矛盾平日里被一层体面的秩序勉强压着，而一个延续了千年的王室恰恰是那层秩序最重要的象征之一。帕克所看见的正是当这个象征发生剧烈动摇的那一刻，被压抑已久的种种情绪会如何借势而出，把这个老牌民主国家推向一段他自己也未曾预料的动荡岁月。我们或许很难真切体会
一顶王冠对于英国人意味着什么。在那个国家，君主早已不只是一个政治符号，它更像是一条把过去与现在缝合在一起的绵长丝线，是动荡岁月里人们心中那个仿佛永远不会改变的定海神针。正因如此，帕克所预言的这场告别才会激起如此巨大的回响。当这根丝线断裂，被他暂时压住的种种矛盾，那些关于移民、关于经济、关于身份认同的长期撕裂，便有可能一齐喷涌而出。而这恰恰也是整个西方世界此刻共同的隐忧，一个又一个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旧有秩序，正在我们这个时代接二连三地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我们不禁要问，当一个延续了千百年的古老象征开始动摇，当人们心中那份对于秩序与传统的信赖出现裂痕，这个国家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会不会就此踏上一条再也回不了头的路？第4张底牌把我们的目光重新拉回那片刚刚经历过战火的土地——伊朗。我们开头说过，帕克关于3月打击的预言已经应验，可那仅仅是这张牌的开端。帕克真正看见的是整个神权体制的崩溃。他预言，在那场精准的斩首与打击之后，伊朗将迎来一场深刻的变局。那个统治了这个国家数十年之久的神权政权正在走向它的终局。我们回想一下这上半年的局势，那场打击之后，整个波斯湾的紧张急剧升温，连那条全球石油的咽喉要道荷默兹海峡都一度绷紧到了极点，整个世界都在屏息等待下一步。而帕克的牌面告诉我们，真正的巨变发生在伊朗的内部。最具象征意味的一幕是那位流亡海外的巴勒维家族后裔将以一种充满戏剧性的方式重新回到这个国家的历史舞台中央。我们都知道，巴勒维这个姓氏承载着伊朗在那场改变了一切的革命之前那段截然不同的记忆。那是一个曾经与西方紧密相连的伊朗。如今帕克说，这段被尘封了近半个世纪的记忆，或许将以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重新被唤醒。帕克的牌面上写着，这场由内而外的巨变会来得很快，会像火山爆发一样猛烈，然后迅速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一个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政教合一体制，是否真的会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走向瓦解？而当那个古老而骄傲的波斯文明重新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整个中东的版图又将被怎样彻底改写？牵动全球的油价又会在这场巨变中掀起怎样的惊涛骇浪？帕克的牌面没有给出温柔的答案，他只是冷静地告诉我们，旧的铁幕正在裂开，而裂缝的另一头是希望还是更深的混乱。没有人能够真正打包票。我们可以把时间的指针往回拨一拨，将近半个世纪以前，那场席卷伊朗的革命彻底改变了这个古老国度的面貌，也重塑了整个中东的权力格局。从那以后，这个地区的许多冲突与恩怨都与那场巨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今帕克所预言的是，那段历史可能再一次走到它的转折点。一个延续了数十年的体制如果真的开始松动，激起的连锁反应将是难以估量的。它牵动的不只是一个国家的命运，更是周边无数势力之间那张紧绷已久的网。而对于我们这些远在东方的旁观者而言，最直接的牵连往往就藏在每一桶石油的价格里，藏在每一次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之中。一个遥远国度的风吹草动，最终都可能化作我们加油站里那串跳动的数字，化作我们日常生活里那些细微却真实的涟漪。而帕克牌面上那位重返舞台的巴勒维家族后裔，其象征意义恐怕远远超过了一个人的去留。它代表的是一个国家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某种道路之后，内心深处那股对于另一种可能的隐秘向往。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充满了戏剧性，被尘封多年的记忆往往会在某个谁也预料不到的时刻重新被人们从箱底翻找出来。我们无从断定帕克的这张牌究竟会以怎样的形式兑现，可它至少告诉我们，在那片古老的土地上，没有什么是真正一成不变的。任何看似坚不可摧的体制，内里都可能正悄悄酝酿着属于它自己的下一场巨变。第5张底牌是这9张牌里最让我们屏息凝神的一张，因为它指向的是那个与我们血脉相连的庞大邻邦——中国。
帕克的牌面上写下了4个沉重的字：由盛转衰。他预言，这将是那个执政党走向某个转折的开端。我们先别急着下任何结论，只是平静地看看他究竟摊开了什么。他说，他看见的是一场越来越明显的内部分裂，许多人的薪水发不出来了，许多债券被冻结了，整个经济的机理之下正涌动着一股令人不安的暗流。这些年，那片土地上的年轻人找工作越来越难，房地产市场的寒意一波接着一波，地方政府背负的沉重债务像一块块看不见的巨石压在许多人的心头。帕克所看见的正是这股积累已久的压力在某个时刻集中爆发。他甚至看见了一场重大的基础设施灾难，或许是一场惨烈的列车事故，又或许是与那座举世闻名的三峡大坝有关的某种变故。我们不去渲染这种画面，但帕克确实把这样一张不安的牌摊在了桌上。而在权力的最顶端，帕克的牌面上浮现出更加诡谲的景象。他说，一位身居高位的重要官员将会神秘地消失，或是离奇地死去。与此同时，那位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健康状况将会出现明显的恶化。我们不必去揣测这背后的虚实，但帕克描绘的图景是清晰的。他看见这个庞大的国家正在走向某种程度的分化，而在这场分化的尽头，他甚至大胆地预言，一个由若干个追求自治的区域所组成的全新格局，或许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浮现于这片古老的土地之上。这究竟是预言家的妄想，还是命运早已写好的剧本？我们生活在他的隔壁，每天的呼吸都与这片土地的潮汐息息相关。一边是庞大的市场与深厚的渊源，一边是难以预料的变局与风险。因此，对于这张牌，我们既无法轻易地嗤之以鼻，也不该盲目地拍手称快。一个如此巨大的邻居，无论它走向繁荣还是动荡，激起的浪花都必然会拍打到我们的岸边。我们必须诚实地承认，预言终究是预言，它不是新闻，更不是定局。帕克所看见的这些景象，有些或许会以某种形式发生，有些或许永远只停留在牌面之上。但无论如何，它都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这个庞大经济体当下确实存在的种种压力与隐忧。一个运转了数十年的庞大机器，当它的某些齿轮开始发出异响，当增长的引擎不再像过去那样轰鸣，整个系统都需要找到新的平衡。而身处它隔壁的我们，要做的或许不是幸灾乐祸，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保持一份冷静的观察与清醒的准备。毕竟，我们的许多产业，我们的许多家庭，都与这片土地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它的每一次呼吸，都会透过贸易，透过产业链，透过无数看不见的管道，最终传递到我们的生活里。这张牌留给我们的问号实在太多，也太重。第6张底牌掀开的是那场打了快5年，至今仍在流血的俄乌战争的终局。帕克预言，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终将迎来它的据点，而结束的方式是一条通往克里米亚的陆上走廊。我们回顾这上半年，这个预言的轮廓正变得越来越清晰。从年初开始，美国便不断的居中斡旋，先是在中东，后来又转到日内瓦，把乌克兰与俄罗斯的代表一次又一次地拉到谈判桌前。可这场谈判却始终卡在那块名叫顿巴斯的土地上，谁也不肯让步。俄罗斯坚持要拿下整个区域，乌克兰则寸土不让。双方甚至在春天各自宣布过互不相让的停火，前脚刚刚放下枪，后脚就在炮火中互相指责对方先撕毁了承诺。帕克的牌面上写着，最终将会在那个地产大亨与普丁之间达成一笔出人意料的交易，俄罗斯会保住一条狭长的战略地带，从而为这场战争画上一个并不圆满的休止符。可帕克紧接着又补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战争结束了，但紧张并不会消失，它只是换了一个地方，悄悄转移到了更遥远的东方。这句话值得我们每一个亚洲人都竖起耳朵反复品味。除此之外，他还看见了一些隐秘的角落，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工厂发动的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袭击，以及俄罗斯与中国之间因为军火与印度问题而渐渐浮现的裂痕。我们总以为那是一个牢不可破的联盟，可帕克却看见，
在共同的利益之下，猜忌与算计从未真正停止。原来在这盘大棋上，没有谁是真正永远的盟友，所有的拥抱背后都藏着各自的算盘。而那句紧张将转移到东方的预言，更是让生活在这片区域的我们心头莫名的一沉。当西方的硝烟渐渐散去，那股无处安放的张力，会不会真的顺着风飘向我们所在的这片海域？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预言，其实藏着一个冷峻的逻辑。一场旷日持久的大国冲突，从来都不会凭空消失，它所积累的能量，往往只是换了一个出口。当一个地区的紧张被暂时按下，全球的目光与资源便会重新分配，而那些原本被掩盖在大战阴影之下的矛盾，便有可能趁机浮上台面。帕克所说的东方，正是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所在的方向。我们无从知晓这个预言究竟会以怎样的形式展开，但它至少提醒了我们一件事：这个世界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遥远战场上的一次握手言和，未必就意味着天下从此太平，它也可能只是把舞台的聚光灯悄悄转向了另一个角落。对于生活在这个角落里的我们来说，读懂这层弦外之音，远比单纯的为一场战争的结束而欢呼要来得重要得多。我们不妨顺着帕克的这个提醒，再往深处想一想，一场大国之间的角力，往往并不会因为某一处战火的平息而真正落幕，它更像是水流，这边堵住了，那边便会另寻出口。当欧洲的这口锅暂时被盖上，那些原本牵制在西线的目光与筹码便会空出手来，转向那些长久以来悬而未决的角落。而放眼整个世界，还有哪一片区域比我们所在的这片海域更牵动着大国之间那根敏感的神经呢？帕克没有把话说得更白，可那句紧张将转移到东方，对于我们而言分量实在太重，重到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把它仅仅当成一句遥远的预言轻轻放下。第7张底牌，把镜头从遥远的战场拉回到我们以为最安稳的西方世界的内部，而这张牌上的景象却是一场正在发酵的文化内战。帕克预言，整个欧洲与北美将被一波又一波的社会动荡所席卷。他看见反对移民的怒火将在法国、在德国、在意大利、在荷兰等多个国家熊熊燃起，农民与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掀起一场又一场的抗议浪潮。他看见围绕着宗教与意识形态的激烈冲突正在西方社会的机理中不断撕扯。帕克甚至预见会有一个声音格外响亮的欧洲政治人物站出来，公开呼吁对某种宗教采取强硬的立场，从而成为众矢之的，也成为这场风暴的一个焦点。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帕克的牌面上浮现出一个更加尖锐的词：文化内战。他说，那些左翼的活动人士与某些宗教团体将与保守派的群体正面对撞，把整个国家拖入一场前所未有的价值观的撕裂。社会被切割成一个又一个彼此仇视的阵营，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回音壁里，越来越难听见对面的声音。可就在这片混乱之中，帕克也看见了一抹意想不到的微光。他说，正是在这种冲突与动荡之下，一股传统信仰的复兴正在悄然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古老的精神家园里重新寻找他们失落已久的归属与安宁，一边是崩解与对立，一边是回归与重生。这或许正是一个旧时代落幕时最真实也最矛盾的模样。帕克仿佛在用这张牌告诉我们，当外在的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人们向内寻找心灵支点的渴望就越是强烈。这股力量最终或许会成为乱世之中把人们重新凝聚在一起的那根绳索。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在这个越来越容易被撕裂的时代里守住内心那份不被仇恨绑架的清明与柔软？帕克在这张牌上所描绘的其实是一个许多人都能隐约感受到的趋势。在这个资讯爆炸的年代，我们每个人都越来越容易被推进一个只听得见同类声音的小房间里，演算法不断地喂给我们想看的东西，于是立场越来越极端，对面的人越来越像敌人，温和而理性的中间地带正在被一点一点地挤压殆尽。帕克所预见的那场文化内战，与其说是某一场具体的冲突，不如说是这种集体心态走到极致之后的必然结果。
而他所看见的那股信仰复兴的暗流，恰恰是人们在这种极端撕裂中本能的想要重新寻找意义与联系的渴望。当外在的一切都变得喧嚣而对立，人们便会不由自主地转向内心，去追问那些更恒久的问题：我是谁？我为何而活？我又与他人共享着怎样的命运？也许乱世真正的解药从来都不在那些激烈的对抗里，而在每一个人重新学会倾听与包容的那份柔软之中。第8张底牌摊开时，与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距离前所未有的接近。这张牌指向的是亚太地区暗流涌动的风暴。帕克预言，南海的局势将变得越来越紧张，而印度也将被卷入这场区域的角力之中。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这片海域边缘的人来说，这几个字分量格外沉重。我们太清楚，这片看似平静的海面之下，这几年来累积了多少看不见的暗礁与张力，多少艘船在这里擦肩而过时都绷紧了神经。而在这场风暴里，帕克也看见了一个新的主角正在崛起。他说，澳洲将会异军突起，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与科技力量，在这盘庞大的棋局中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甚至连那些最前沿的火箭发射都将选择在他的土地上进行。除此之外，他甚至在牌面的角落看见了一场美国与古巴之间全新的对峙正在酝酿，仿佛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又要重新被翻动。当太平洋的这一端与那一端同时绷紧神经，当一个又一个原本沉默的力量被推上前台，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势力平衡正在被一只无形的手悄悄重新洗牌。生活在这座岛屿上的我们，身处风暴可能经过的路径之上，又该以怎样的清醒与冷静去看待这一切的风起云涌？帕克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剧本，他只是把这张写满了张力的牌轻轻推到我们面前，仿佛在说，最该保持警觉，也最该保持理智的，恰恰是身处风暴中心的那些人。在大国博弈的夹缝里，如何不被恐惧裹挟，也不被轻率冲昏头脑？这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却又必须由我们自己亲手作答的考题。我们生活在这片海域之上，对于这张牌的感受，注定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人都要来得更加真切。那些在新闻里看似遥远的角力，对我们而言却是日复一日真实的处境。帕克并没有预言一场具体的灾难，他只是把这片区域那种山雨欲来的紧绷感清晰地摊在了我们眼前。而面对这样的局面，恐惧与轻慢往往是两种同样危险的态度。过度的恐惧会让我们自乱阵脚，把自己下进一个个草木皆兵的角落，而盲目的轻慢则可能让我们对真实的风险视而不见。真正的智慧或许在于那份不卑不亢的清醒，既不夸大威胁，也不假装风平浪静，而是脚踏实地地过好自己的日子，同时对周遭的变化始终保持一份温和而坚定的警觉。这份在风暴边缘依然能够安住的定力，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值得我们多留意的还有帕克牌面上那个正在悄然崛起的新角色。他看见澳洲将从一个相对安静的旁观者一步步走向这盘棋局的中央，不只在战略上，更在科技与太空的赛道上扮演越来越吃重的分量。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更大的趋势。当旧有的强权格局开始松动，那些原本站在边缘的力量便有了重新被洗上牌桌的机会。我们所熟悉的那张世界版图，或许正在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悄悄地重新绘制。而对于同样身处这片广袤海域的我们来说，读懂这种力量的此消彼长，看清楚每一个新角色登场背后的深意，本身就是一种在变局中为自己定位的智慧。第9张底牌也是最后一张，掀开时带着一股大地深处的轰鸣。这张牌上写的是天地的异变。帕克预言，地震与火山的活动将会明显的增加。这颗星球仿佛正在从沉睡中缓缓苏醒，伸着它危险的懒腰。他看见在澳洲与太平洋的广阔区域将会发生重大的灾难。他看见北美与欧洲将被一场又一场的极端天气反复蹂躏，从滔天的洪水到肆虐的野火。大自然正在用一种越来越激烈的方式提醒着渺小的人类，而与这份大地的躁动交织在一起的是科技与医疗领域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巨变。
他看见那些重压火箭与太空梦想的力量，正准备在新的土地上发起全新的尝试，甚至会出现一种前所未见的双体火箭，以及全新的水平降落系统，把人类探索星辰大海的脚步又往前推了一大步。他看见一场规模惊人的网络攻击，或是某个与人工智慧相关的巨大丑闻正悄悄逼近，提醒着我们，科技在赋予我们力量的同时，也埋下了同等巨大的隐患。可在这一切阴影之中，他也看见了一线曙光，在医学与抗衰老的领域，将会迎来足以改变人类命运的重大突破。那些困扰了我们千百年的难题，或许正等待着被一一解开。一边是大地的怒吼与科技的失控，一边是生命的延续与希望的微光。这最后一张牌，把整个2026年那种撕裂的气质推到了极致。也许这正是帕克想留给我们的最后一重隐喻。这颗星球，这个文明，从来都是在毁灭与新生的钢索上颤颤巍巍地往前走着，而我们正好站在了又一个转折的关口，脚下是万丈深渊，头顶却也有星光。这最后一张牌其实藏着一个关于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大自然以越来越激烈的方式向我们发出警告，提醒着人类在这颗星球面前的渺小与脆弱；另一方面又是人类的智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奔跑，把我们带向星辰大海，甚至开始触碰那个关于衰老与生命的古老谜题。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手中力量的双刃。同样是科技，它既可以是把人类送上太空的火箭，也可以是瘫痪一座城市的网络攻击。同样是进步，它既可能延长我们的寿命，也可能带来我们尚且无法驾驭的全新风险。帕克把这一切交织的图景摊在最后，仿佛是在告诉我们，崩坏与新生，毁灭与希望，从来都不是两件先后发生的事，而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同时存在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之中。这种矛盾其实也正是帕克留给我们最深的一道思考题。我们这一代人何其有幸，又何其艰难，恰好站在了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十字路口上。我们亲眼见证着人类的智慧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神话变成日常。可与此同时，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一代人都更深刻地感受到，这份力量一旦失控，会带来怎样难以收拾的后果。大地的怒吼提醒我们要谦卑，科技的飞跃又诱惑着我们去狂奔，而真正的智慧或许就在于如何在这谦卑与狂奔之间，为自己也为这颗星球找到那个微妙而珍贵的平衡点。9张底牌到这里全部摊在了我们的眼前，当我们把它们并排放在一起，静静地凝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图案渐渐浮现了出来。金钱的崩塌，加密货币的归零，老牌帝国的黄昏，神权体制的瓦解，庞大邻邦的变局，旷日战争的终局，西方社会的内战，亚太海域的风暴，还有大地深处的怒吼。这9张牌竟没有一张是轻松的，它们像9根手指，从9个不同的方向同时指向了同一个词：崩解。那种感觉就好像整个世界正站在一块正在崩裂的浮冰之上，脚下传来一声又一声令人心慌的脆响。我们或许会忍不住要问，为什么这么多的危机会不约而同地挤在这短短的1年里，仿佛整个世界商量好了一般，要在同一个时刻集体掀牌。其实如果我们把这9张牌再看得仔细一些，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像一张盘根错节的网，彼此牵连，互相牵动。金融的崩塌会加剧社会的对立，社会的对立会动摇政治的根基，政治的动荡又会反过来冲击全球的经济与安全。一个环节的松动往往会顺着这张看不见的网一路传导到最遥远的角落。这正是我们这个高度连结的时代最深刻的特征，也是它最脆弱的地方。在过去，一个帝国的衰落或许需要漫长的数十年才能波及邻邦，可在今天，地球另一端的一场风暴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就透过资本，透过网络，透过我们手中的那块荧幕传递到我们的眼前。可是故事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我们真的已经站在了那个万劫不复的失控边缘了吗？这里
我想请我们所有人都先深吸一口气，然后再回头看一眼帕克为这一年所起的那个名字，一切都将改变的一年。我们要特别留意的是改变这两个字。改变从来都不只意味着毁灭，一座旧的房子轰然倒塌，扬起漫天尘土，那景象固然惊心动魄，可在那片废墟之下，一块崭新的地基往往也正在被悄悄地夯实。帕克自己也反复强调，这9张底牌所共同预示的，与其说是一场单纯的末日，不如说是一次剧烈的世界周期的更替，是旧世界的崩裂与新世界的破壳而出。在他的眼中，这不是终点，而是一道门槛，是人类文明褪去旧壳，迈向另一个全新阶段之前那段必经的阵痛。回望整个人类的历史，又何尝不是这样一轮又一轮地走过来的呢？每一次看似要把一切都吞没的至暗时刻，每一次让人以为再也熬不过去的崩塌与动荡，事后回头再看，往往都成了一个全新时代诞生之前那段最深沉也最必要的孕育。瘟疫过后是医学的飞跃，战火熄灭是秩序的重建，泡沫破灭是价值的回归。黑暗从来都不是光明的反面，它只是黎明到来之前那段最浓最稠的等待。我们这片土地上的先人其实早就把这个道理写进了那些流传千年的智慧里。他们说否极泰来，说物极必反，说最寒冷的冬至之后，白昼便会一天天重新变长。这并不是一种盲目的乐观，而是一代又一代人在无数次的苦难与重生之中反复验证过的规律。一个旧的循环走到尽头，一个新的循环便会悄然开启。天地之间的这份节律从未真正改变过。帕克用他的方式看见了旧世界的崩裂，而我们的先人则用他们的方式早早地看见了崩裂之后那必将到来的更新。我们之所以会感到恐惧，或许并不是因为这个世界真的要完了，而是因为我们太习惯于旧的秩序，以至于每一次告别都让我们本能地感到疼痛与不安。所以当这9张底牌一张张掀开，当帕克那略带沙哑的声音一次次说中那些我们本不愿相信的事，我想他真正想提醒我们的，或许并不是让我们躲进角落里瑟瑟发抖，去等待一个注定的结局。恰恰相反，他是想让我们在这场即将到来的巨变里多一分清醒，多一分从容，也多一分准备。当金融的浪潮退去，我们是否守得住自己的本分与底线？当社会的对立加剧，我们是否还记得彼此身上那份共同的温度？当大地与时代同时开始震动，我们是否还能在内心深处为自己留下一方安宁的角落，安放那颗不至于随波逐流的心？说到准备，其实它从来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它可能只是在这个人人追逐热钱的时代，我们愿意多留一分清醒，不把全部的身家都压在某一个被吹得天花乱坠的故事上。它可能只是在资讯的洪流里，我们愿意多一分耐心，去听一听与自己立场不同的声音，而不是急着把对方划进敌人的阵营。它也可能只是在日子顺遂的时候，我们依然愿意未雨绸缪，为自己也为家人留下一条可以从容转身的后路。真正的准备往往藏在这些不起眼的日常选择里，它不是让我们活在恐惧之中，整日提心吊胆地等待灾难降临，而是让我们在面对任何变局时，心里都能多一份笃定，脚下都能多一份稳当。一个内心安定的人，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翻天覆地，他总能在风浪之中为自己和身边的人撑起一方小小的晴空。这份从容，这份定力，才是我们在这个动荡年代里最值得为自己准备好的那张底牌。预言从来都不是命运的判决书，它更像是命运在我们耳边提前吹响的一声哨音。它告诉我们暴风雨即将来临，可如何在暴风雨中站稳脚跟，如何在风浪平息之后迎接那道崭新的曙光，这支笔始终都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帕克摊开了他的9张底牌，而真正的那一张，那张决定我们将走向毁灭还是重生的牌，从来就不在牌桌上。它一直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在我们面对未知时，是选择恐惧还是选择从容，是选择对立还是选择相守的那一念之间，